大家好，我是一画。如果没有胃口，那就来做包菜吃吧。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超简单的做法，清脆爽口，开胃下饭。洗干净的包菜，我们把它切成2到3厘米宽的长条。这样切包菜的方法特别的有趣，而且非常的实用。切好之后，我们转换45度再往下切，这样非常漂亮的菱形块就出来了。用这样的方法，不管是拌着吃还是炒着吃都非常实用，而且这样切出来的菱形块非常的均匀又漂亮。把切好的包菜装入一个大一点的碗中，或者是盆里。然后往里面加入多一点的食盐，均匀的撒开。再下手抓拌均匀，使每一片包菜都裹上食用盐。拌匀之后，放一旁静置20分钟左右，杀出包菜里多余的水分。接下来碗中准备一个苹果，一个梨，先用清水将果皮打湿。然后准备少量的食盐浇在苹果和梨上。接下来我们就这样2手轻轻地搓洗表皮，清洗掉果皮的脓藏以及各种污垢。这样做的目的是要保留住果皮，因为果皮不仅营养非常丰富，主要也是因为它们脆爽的口感很不错。这样用食盐去搓洗，可以把表面的果蜡全部都搓洗干净。清洗之后，再把它放在案板上，然后把苹果切成厚厚的薄片。里面的苹果籽要把它挖掉，然后再将苹果摆整齐，切成细丝。最后再切成小碎丁。切好之后装在小碗中备用。然后用同样的方法也把梨切成厚片。再切成细丝。最后再切成大一点的小碎丁。切好之后装在碗中备用。为了防止氧化变黑，也可以把它放进冰箱里面。接下来准备一块生姜，先切成薄片，再切成细丝，最后切成姜末。切好之后装在小碗中备用。准备几瓣大蒜，也切成薄片，再切成蒜末。切好之后装在小碗中备用。准备一小把韭菜，切成韭菜段。冬天来了，我们要多吃韭菜，不仅可以增进食欲，而且还能够起到抑菌的作用哦。切好之后装在盘中备用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包菜，水分已经杀出来了，包菜变得柔软，但不失劲道。我们可以用手抓一抓，把包菜里面的水分挤出来，然后往里面倒入清水，把包菜清洗干净，这样可以把包菜多余的盐分全部都洗出来。然后用双手挤干包菜里面的水分，尽量挤得干一点，然后
放在漏盆中。接下来准备一个大碗，碗中加入1小碗的糯米粉，跟着加入2小碗的清水，比例大概是1:3左右，然后用筷子搅拌均匀，使糯米粉彻底的溶解开，搅拌至不成坨，全部溶在水里就可以了。然后直接倒入锅中，开中小火慢慢加热，一边用铲子进行搅拌。这个过程我们会看到糯米水会由白色慢慢的转化至半透明状，直到透明，说明糯米水在渐渐的熟透。过程中要一直不停的搅拌，直到糯米水熬制成这样的粘稠状，锅中起大泡就可以了。要将糯米粉全部这样搅熟。现在我们加入半勺辣椒面，再来半勺辣椒粉，然后用铲子不停地搅拌均匀，趁热把辣椒粉烫熟。搅拌至均匀以后，就差不多可以关火了。然后利用余温慢慢的加热。哇，相信爱吃辣的朋友看到这里就像我一样，已经忍不住流口水了。光看到这样红彤彤的辣椒就刺激到味蕾了。将辣椒全部煮熟以后，再倒入一个大碗中。接下来倒入刚才切好的小料，先把苹果加进来，梨也倒下去，然后就倒入姜末，还有蒜末，然后再加入1小勺的米醋，1小勺的香醋，再加入2勺白糖提味，最后加一点点食盐，用筷子搅拌均匀，使里面的调料味道融合在一起。像这样不停地旋转着搅拌均匀就可以了。然后把腌制好了的包菜全部都倒下来，戴上手套抓拌均匀。搅拌至所有的食材都能均匀地裹上辣椒粉，然后把刚才切好的韭菜段加进来，继续用手抓拌入味。哇，闻起来又香，看起来好像很解馋。对于好这一口的人来说，真的是忍不住吞口水。将所有的食材全部搅拌均匀入味就可以了。只可惜你们闻不到，实在是太香了。接下来我们就把它装进盘中。一道非常特别的包菜凉拌做法就做好了。做起来是不是非常的简单？看着就食欲大开，吃起来清脆爽口，香辣又开胃。这样的包菜做法就是拌个清粥或者拌面条都非常的开胃。这道辣白菜与平常的辣白菜做法是不是不太一样？这道辣白菜不需要焯水，也不需要过油，只需要简单的调味料放在白菜里面就可以了，简简单单的一搅拌就可以开吃了，省时又省力。喜欢这道菜的朋友可以收藏起来试一试，不管是白菜、梨还是苹果，都非常的清脆爽口，香辣开胃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，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。